因为第一次买枪没有什么经验，手足无措的达尔让老板娘推荐了一把经典款式。但听到这把枪的售价要足足100块时，达尔傻眼了，因为他的全部积蓄只有50块，明明是个赔钱买卖，可老板娘竟欣然接受了这笔生意。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才让达尔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社会险恶。原来这是一场反恐特警专门为了抓他所布的局。当然啦，这可不是欺负小孩哦，因为早上达尔在给锤子帮放风的时候，亲眼目睹了一场枪杀案。达尔当时吓坏了，所以他为了保命，才决定要拿出全部积蓄买一把枪防身。很快这件事情就惊动了警方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帮派之间的争斗，但有一个人不这么觉得，他就是反恐特警队长洪都。因为黑人街区的帮派势力已经和平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这场没来由的枪杀显然不寻常，街坊邻里都猜测是锤子帮的死对头斧头帮干的。直到一个小男孩找上了洪都，牛逼哄哄的说锤子帮老大要见他。咱就说黑人街区的小屁孩都这么拽吗？但更拽的还得是锤子帮老大罗伊，明明人在监狱里，却对外界的事情无所不知。他找洪都来一共3件事情，第一是为了酗酒，因为两人是几十年的朋友啊，罗伊进监狱也多少与洪都沾点关系。第二是让洪都还这个人情，他听说乖儿子达尔亲眼目睹了枪杀，一定会有人去找他的麻烦，所以要让洪都护他周全。而最后一件事情很关键，罗伊从监狱里打听到消息，这次枪杀的真凶并不是斧头帮，而是另有其人，他也正在用自己的方法找出枪手。洪都爽快地答应了罗伊的请求，于是就导演了一出少年买枪记，将达尔合理合法地请回了特警组。如果不这么干的话，这小子是真不听话呀。洪都打算关他几天，直到这件事的风波过去为止。另外也想从这位小目击者的口中拿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达尔毕竟是个13岁的少年，买枪是重罪，他可不想因为这个进少管所。于是达尔供出了一个黑市买家，听说他买到了枪杀案的视频。果然，这哥们儿正在家里欣赏着从黑市买来的一手录像，却没想到自己已经摊上了大麻烦。不得不说，这视频拍的还怪高清的呢。经过了一场愉快的谈话，这小子交代出了卖给他视频的那个人。与此同时，洪都收到了总部发来的消息，又有一名白人地检官被飞车枪杀，子弹口径和作案方式如出一辙。这伙人酷爱作案时拍下视频和照片，而且开枪干净利落。他们将枪杀视频拿去黑市卖掉换钱，只不过是额外收入。带头的大胡子还另有目的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为一些商业巨头除掉竞争对手或者仇人。眼前这个老板对大胡子很满意，原来枪杀那几个帮派成员只不过是随便试试他的手段，刚刚干掉的地检官才是目标。接下来老板又指派了新的任务，还附加了一条特殊要求，目标是一对夫妇，先解决女的再干掉男的。他要大胡子拍下男人亲眼目睹妻子死去的表情，这他妈简直就是个畜生。大胡子爽快地答应了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已经半只脚踏进了棺材。大胡子带人盯上了目标人物，但路边停放的车辆让他一时难以瞄准女人。如果只是单纯要他们死的话就简单了，他真后悔答应了那个老板的特殊要求。突然男人接到了反恐特警打来的电话，原来洪都刚刚在罗伊那里得知了这伙人的真正目的。这对夫妇在洪都的提醒之下快速跑回了酒店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联合特警组赶到了现场，在一路围追堵截之下，将这伙人拦在了僻静的公园里。他们已经无处可逃了，这伙人哪里见过这么大场面？其中一个人被吓得自言自语，可马上他就永远的闭上了嘴。为了活命，司机率先举手投降下了车，但他并不老实，竟然妄想在这种情况下逃跑。果然没跑2步就被抓了个现行。这样一来，车里就只剩下2个人了。另外一名小弟也打算效仿司机大哥的保命方式，可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看来大胡子是雇了3个2五仔呀！本着交枪不杀的原则，洪都本打算活捉他，好说歹说这小子总算举起双手下了车，但最后还是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事后活捉的那名枪手供出了幕后老板，事情总算解决。达尔这小子得知老爸一直在保护自己，也原谅了罗伊这么多年来没有陪在他身边。这是达尔懂事后和老爸的第一次正式见面，他们深深抱在了一起。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